高市早苗不是说台灣有事兒就是日本有事兒吗？這回呢就求錘得錘了啊！就在12月29日，日本呢還沒想好有事兒的時候該怎麼辦，事兒呢就真的來了。12月29日開始，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陸軍、海軍、空軍、火箭軍等兵力，為台灣海峽、台島北部、台島西南、台島東南、台島以東，組織正義使命2025演習。29日8點整，東部戰區海空兵力開始實施環島戰備警巡。9點整，東部戰區在台灣海峽中部海空域組織殲擊機、轟炸機、無人機等兵力，協同遠程火力開展對陸機動目標進行實彈打擊演練。這次演習相比22年和24年2次聯合利劍演習，封鎖線更緊，從兵力部署到開火的時間也越來越迅速。到了晚上，解放軍無人機飛抵台北上空，甚至有人拍到無人機和台北101的合影。驚不驚喜，意不意外？這次軍演無疑是對日本政府和美國軍售的最好回擊。各位早上、中午、半夜起夜的觀眾們，大家好，我是五人。我們接着說說細節。為什麼說這次演習是一場對台灣封鎖，甚至後續登島的演練？咱們先把地圖攤開啊，好好對比一下前幾次的演練。2022年呢，就是那個老太太洛貝西竄台的時候，那個時候咱們演習的區域第一次把那條所謂的海峽中線給抹平了。那個時候很多人覺得不過癮呢，其實呢這就是第一刀，主要作用就是把對方的心理防線給拆掉。到了2024年，聯合利劍 A 和 B， 那是第二刀，重點呢是切斷離島，把金門、馬祖這些外島和本島的聯繫給你斷了，直接做孤立戰術，證明了各個擊破的可能性。再看這次呢，2025年的正義使命，這次劃分了5個區域啊，那是真真正正的鎖喉。咱們看看北邊這個區域，直接封鎖了基隆港，這是給賴清德那幫人準備的啊！這一旦有風吹草動，想往日本跑，想往美國跑，門都沒有，路全給你堵死。再看南邊呢，封鎖了高雄港，台灣是個島嘛，天然氣、石油全靠船運，把這個口子一扎，什麼發電廠、什麼工業園區，撐不了幾天，全得趴窩。這就是斷你的糧，斷你的氣。最狠的呢，還得是東邊啊。以前大家的目光都在西邊海峽，這次東部戰區直接把手伸到台灣島的屁股後面，也就是花蓮、台東外海。這不僅僅打台灣的戰力保存基地，更是要在那兒豎一道牆。誰想進來？比如美國的航母、日本的自衛隊，外部的支援是沒有可能的啦。而且這次海軍距離台灣的距離有多近呢？有些點位啊，距離海岸線只有 4.7 海里，也就是不到9公里。這什麼概念？你在墾丁的沙灘上曬太陽，不用望遠鏡就能看到軍艦的桅杆。這就好比把大炮頂在你腦門上，什麼隱身啊、靜默全都不需要，明牌跟你玩，圍到你彈盡糧絕，圍到你自動升白旗。以前的台當局還嘴硬呢，說什麼24海里的限制水域，12海里的領海。現在好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隨時登陸，隨時就能完成統一。說到這兒，還有個細節啊，上面我說了，解放軍的無人機穿過台灣上空，網上就有這段視頻啊，解放軍的無人機啊俯瞰台灣101大樓，畫面那個清晰啊，連旁邊松山機場起降的民航客機都拍進去了。各位想想，那可是台北的核心区哦，那可是他們的心臟。一架軍用無人機就這麼大搖大擺的飛進去，拍完了，而且還能把視頻傳回來。台灣的防空雷達呢？那些花大價錢的愛國者導彈呢？要麼就是根本沒看見瞎子，要麼就是看見了不敢打，變成擺設嘍。不管哪種情況，這都說明了一個問題：台灣的制空權對於解放軍來說已經是單向透明的了，這就是一種無聲的羞辱了。就像有人进到你家客廳喝了杯茶，在茶幾上留了一張字條，你卻只能裝聾作啞。這要是換成帶彈頭的無人機，或者什麼巡航導彈，那個101大樓還有机會讓你拍照打卡嗎？那麼面對這種壓得讓人喘不過氣的態勢，台灣那邊有什麼反應呢？咱們先來看看他們行政院長卓榮泰是怎麼說的啊。當局應該停止所有的演習，如此的窮兵黷武、武力的恫嚇，
只會引起國人跟國際社會的不滿。刻意的舉行這種惡意的演習，正足以證明2件事情：第一，中國正無所不用其極的用盡各種手法在分化我們；第二，這樣的行為在我們看來，無論是符合其9·2共識、1國2制的任何投降式的行為，都將自取其辱。老卓那個義正言辭啊，說是嚴厲譴責，說是惡意演習，呼籲中國要理性自治，還要說保障國際航行安全。當然了，其他的台灣當局呢，也是在自說自話。這些話呢，翻來覆去都講了幾十年了，聽的人耳朵都起茧子了。理性自治，立刻停止不負責任的挑衅行為，不要誤判情勢，成為破壞區域和平的麻煩製造者。我政府也會持續與區域各方密切的合作，共同確保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，維護印太和平穩定與安全。這就好比村口的小孩被壯漢圍住了，他唯一的反抗就是喊：“你好機車哦，你不能打我，打我是不對的，你要講道理。”這有用嗎？除了顯得蒼白無力，沒有任何作用了。更有意思是台灣老百姓的反應，外媒拿着話筒上街上問啊，大家怎麼說呢？大部分人說無感，習慣了，就是嚇唬嚇唬吧。這種反應看起來挺淡定啊，其實對台灣當局來說，這就是最大的悲哀。這就是典型的溫水煮青蛙了。當那只青蛙已經感覺不到水溫变化了，就說明它的神經已經麻木了，離熟呢也就不遠了。但是呢，痛感還是有的啊。你看看那些漁民，特別是澎湖那邊的漁民啊，現在正是捕魚的旺季，結果軍演一來，船都不敢出了，只能窩在港口裡面嘆氣。還有機場那些滯留的旅客啊，航班延誤取消的，這些都是實打實的損失。這種鎖台帶來的窒息感，現在只能是個別行業的疼，但隨着這種演習的常態化，變成隨時演隨時封，這種疼就會傳導給每個台灣人身上。這次的正義使命2025演習，其實揭示中國對台對日的政策的一個根本性的變化。過去我們講什麼呢？講寄希望於台灣人民，講兩岸一家親，那是用軟的一手，希望和平的把你們帶回來。現在呢，軟的当然還在了，但硬的這一手已經不再是備選項，而是主選項了。這次演習主要針對的是什麼呢？第一是美國最近那筆110億美元的軍售，特別是海馬斯火箭炮啊，還有那個 Link 16的數據鏈，美國人想把台灣軍隊變成烏克蘭那樣，變成他們指揮系統的一個耗材。大陸的回應就很直接了，你買什麼我就演練打什麼。你在台灣中部部署海馬斯，我就在台灣海峽中部演練打移動目標。第二就是針對日本了，高市早苗不是說了嗎？台灣有事兒就是日本有事兒。好了，現在把東邊的門關上了，把北邊的路也堵死了，真有事兒的時候，你敢過來嗎？美國呢，在那邊撤冲繩的駐軍啊，一會兒說撤，一會兒說緩，其實心裡呢，他們跟明鏡似的。在第一島鏈的這個範圍，面對現在的解放軍，美軍那些基地啊，生存概率都是0。他們比誰都清楚，現在的台海已經不是1996年那會兒了。那時候美國2艘航母往這一擺，我們確實沒脾氣啊。現在別說2艘，你把整個太平洋艦隊都拉來，在東風快遞的射程內，在中國海軍打擊體系之下，就是送。雖然眼下火燒眉毛啊，台灣當局還在玩那套切香腸的遊戲，以為靠美國那幾句口頭承諾，靠着幾件過時的武器就能維持這個所謂的現狀。殊不知，這個現狀早就被累死的車輪碾得粉碎了。現在的狀態是什麼呢？現在就是解放軍想什麼時候演習就什麼時候演習，想圍哪裡就圍哪裡，想離你多近就離你多近。這盤棋下到現在已經是垃圾時間了。對於對岸的那些人來說，可能最怕的不是導彈掉下來那一刻，而是每天早上醒來发現脖子上的繩索又緊了一圈。解放軍正義使命這4個字背後的真正含義，它不是一次性的行動，而是一個維持的不可逆轉的最終導向統一的歷史進程。好了，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，我是五人，我們下期再見。